当我坐上马车穿行于沙漠，听车夫小哥絮叨地聊起他的故事的时候，竟意外地有些恍惚，脑海里闪过嘈杂喧闹的街道、无序的人群、堆满垃圾的房屋、摇曳璀璨的灯饰、温润舒爽的尼罗河、跨越千年的木乃伊，一切犹如在眼前一般真实。没错，这就是真实的世界，真实而参差不齐的世界，会给你带来无数人们冲击的精彩而多元的世界，又怎可简单地用脏乱差、骗子多、寥寥数语去概括？埃及是一个充满割裂感的地方，很难用好和坏去评价，却充满顶级的人文盛宴的共鸣。走出自己的那一小方天地，感受世界上属于他人的别样生活，社会、历史和地理所造就的真实而丰富的生活，可能会发现更多的惊喜和美好。也许这就是真正旅行的意义吧。终于到金字塔了，这边是售票处吧，人还挺多的，觉得比之前查的好像涨价了，现在一个人700块。进门最大的这座应该就是胡夫金字塔了，不过真的走近了之后看的话，还确实挺震撼的，一个个方块的石头垒起来的，这得多大的工程啊！那些排队的人应该就是准备要进金字塔内部的吧。不过据说里面其实没什么东西，而且挺闷的，空气也不好，所以就不打算进去了。You need a camel? Camel? No, no, no. Thank you. Later? No. You Yeah. want to go around? Yeah, we just walk. Walk is long distance. You know how much by camel? No, I don't know. $10, $10. 真的 Yes, like 500 Egyptian dollars. Yeah, it's fine. Thank you. 离得老远就招呼，坐马车。不用。How much? Egyptian. Want big ride? You want a small ride? Small ride? Small ride 300 per person. Big ride all round 500 per person. Government price. Big ride like this. Big ride 500 per person. Panorama all round. Big one, second one, third one. Two. Panorama Sphinx. Here. Oh. That's big ride. Big ride. Okay. Big ride. 500 per person. Government price. Small ride 300 per person. And don't pay now. Happy, pay. No happy, no money. No happy, no money. 我觉得走在这个地方，真的是感觉走在历史当中的样子，就很不像人间真实，很不像地球真实的这种感觉。Come on, Habibi. This way. No, it's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就想说先走一会儿，等一会儿再看要不要再坐马车，现在没必要这么早。吉萨金字塔位于埃及吉萨高原，是世界著名的古代奇迹之一，也是古埃及文明的象征，包括胡夫金字塔、卡夫拉金字塔、孟卡拉金字塔以及守护他们的狮身人面像。胡夫金字塔是3座金字塔中最大、最古老的一座，被认为是法老胡夫的陵墓。卡夫拉金字塔是胡夫的儿子卡夫拉建造的金字塔，
稍小于胡夫金字塔，但由于地势较高，看起来更为宏伟。孟卡拉是胡夫的孙子，也是3座金字塔中最小的一座，高约65米。刚刚大家应该也看到了，景区里面拉活的人不少，有时候确实会有些恼人，但放平心态就好，毕竟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竞争这么激烈，不积极行动，也许一天也等不到几个客人。就慢慢随着地势往高，还可以俯瞰整个，这应该算是吉萨地区的城区吧，城区的景色。然后绕过这边的卡夫拉金字塔，旁边更小的这个就是孟卡拉，这是卡夫拉的儿子。Why I ask you 900? Because I give you good trip for you, and I give you good trip, and you give me money, my money, my halal. You understand to me? Yeah. Yeah, I'm not a liar because I'm a Muslim man. Yeah, I wanna yeah, help you, good trip, and after Yeah. come back. Thank you. Welcome in Egypt. Yeah, thank you. You are Muslim? No. You're Muslim? I'm a Muslim. Okay.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Merry Yeah. Christmas. 跟车夫聊天，说自己家从爷爷那一辈就是干这个行当的，现在自己第3代，游客多的时候赚的还行，不过也都是辛苦钱，毕竟当地的收入水平总体不高。现在政府对于马车和骆驼定价也有控制，指导价格写在墙上，一个人1小时500埃镑，也就是10美金，基本不会多要。我跟小哥聊了聊，砍了100，当然也有人分享可以往更低的砍。我自己觉得其实没必要去比较，自己觉得合适就行。砍到服务的人都有情绪了，那服务一定也不会好。这小哥话还挺多的，英语也挺好的，一直在说。 Here, 1, 2, 3, 4, 6, 7. Over there, 8. This is the 9. But when you go over there, Yeah. you go just 6 permit. Because okay. you come like the same this one, look. 小哥一路上很健谈，聊起自己的家庭、带游客碰到的故事、学英语的经历，给我看他的抖音。不但分享拍照的角度和思路，也帮忙拍了不少，还比约定的到达点主动多送了一段到狮身人面像。下车的时候，我又把那100磅当小费给他了，我觉得很开心，这情绪价值远不止100磅。当然，一定会是有一些不老实的人，大家依然要提高警惕。但捧着一大堆避雷帖当圣经，全程紧绷，全程抱着避雷的心态，那就没有任何旅行体验可言了。来之前有朋友跟我说，你怎么去埃及？听说全是骗钱的，跟骆驼对视一眼就要收费了。我觉得这话说的倒是挺幽默的，多观察，多聊聊，不要总以避雷的姿态强硬对抗，柔性对应。我的感受是，大多数人还是很友好的。Hello. How are you? Good. Thank you. Hello. Where are you from? I love you. 这现实版的狮身人面像，其实这个鼻子真的是没有的。整体来看，狮身人面像感觉跟小时候看的那个照片上的真实的样子不太一样。我觉得可能这些年来它也有进一步的风化吧。埃及的景点的确是会看到一些讨钱的小孩、粘人的小贩。之前看到有人分享说，直接开骂就行。我觉得真的不至于，每个人活着的方式都不同，不喜欢了微笑拒绝就行，不会有什么问题。不过要记住，凡是景点里主动跟你搭话、夸你、要帮你拍照的，就是图小费的。你要么直接不理会，要么就当体验，适当给点，几块钱也别影响心情。在大街上朝你微笑或者打招呼的，一般都是真热情，大胆回以微笑就行。但带你去家里或者是店里的，直接离开就行。从这叶子上就能看得出来，埃及这边这尘土灰尘有多大。这边感觉像是一个居民区的地方。这家中餐厅还挺大的，就有日本寿司，有什么韩国泡菜的，
虾仁春卷120块，也就是2点美金多，15块左右。这个馄饨是80块钱，人民币的话11块钱左右。这蚝油牛肉看起来也不错，200块钱挨磅。对，这边是牛肉，然后鸭肉、羊肉，哇，挺丰富的，什么都有，还有鸡肉也有。我发现这家店的这个菜的种类啊，真的很多啊，光这虾就这么多种类的口味都可以做。第一份酸辣汤上来了，看起来还行，料挺多的。炒面上来了，炒面其实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他们这边的确跟酸辣汤一样，好像没什么蔬菜。酸辣汤里面也是青椒，然后那个圆白菜，这里面多了一点洋葱吧，就这几个蔬菜。然后这个麻婆豆腐呢，就稍微有点奇怪了，怎么这么多汤啊？而且是这种褐色的汤，里面加了点葱。麻婆豆腐按理说应该是很简单的一道菜，这个倒是还挺意外的，做成这样。想说味道会不会稍微好点，卖相不好，但是吃起来挺奇怪的，酱油汤稍微勾了点芡的感觉，没什么味道，挺淡的。我深刻怀疑这个麻婆豆腐可能是埃及人做的，我觉得中国人稍微有点厨艺的人做不出这样的麻婆豆腐，非常奇怪的口味。这炒面我觉得其实味道感觉炒的还不错，还挺香的，但是就是它这个面条啊，这好像特别像是那种意大利面做的，不像是中式的面条。这个是香菇鸡丁，这个倒不难吃吧，也还行，但是跟炒面一个味儿。最后还点了一个这个腰果虾仁，但是好像看起来他们应该是没有腰果吧，全部是用花生代替的。然后呢，有一些这西葫芦，虾仁倒是挺大的。这3个炒菜的味道，还行吧，算过关吧。毕竟在非洲地区能吃到中餐已经不错了，也不能要求太高。我觉得这个豆腐真的是有点出乎意料。酸辣汤其实还可以，看了一下账单，其实不到2000，1380块。看过一篇文章，写得挺好。埃及原则上不是小费国家，但有常去埃及的朋友分享说，当地人自己很多场合也是会给小费的，而且欧美人去埃及旅游已经几十年了，某些方面确实也惯出了一些坏毛病。旅游业中可以算是准小费国家，我们没有这种文化，可能会不太适应，总觉得被坑。其实适当给一些都会轻松很多。当然不建议太大手笔，如果提供了服务，一般10磅、20磅差不多就够了，人民币也就1-2块，真的非常满意了，可以适当多给一些，大家开心就行。这个时段都开始堵车了，交通非常的堵。认识一个去过埃及几次的朋友说，埃及确实是穷，大多数人难免想多赚几个钱，但其实仅此而已。碰到不合理的，完全可以直接拒绝，总比那些明抢、明偷或者是阴阳歧视要强得多。除了金字塔，开罗一定要去的另一个地方就是博物馆。如果只能选一个，就去位于解放广场的国家博物馆就可以了。博物馆的门票，大人是550，学生是275埃镑。这边是售票处，也不一定要排窗口，直接刷卡也可以，在这个自助的地方买也可以。这里的馆藏超过15万件，是馆藏的古埃及文物规模最大、重要性最高的博物馆。馆内分为2层展出，一层按年代顺序排列，从古王国时期至公元6世纪罗马统治时期的各类文物，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令人惊叹。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见证埃及早王国时期的纳尔迈调色板、孟卡拉王3人组雕像，法老居中右侧是哈索尔女神。
木质与石英水晶完美结合的胖村长和书记，男褐女白展现古埃及审美的拉赫泰普和诺夫尔特夫妇像。其实，在埃及经常会看到很多这种小人儿，一直不太理解这小人是什么东西。然后呢，仔细看了一下介绍，其实就是陪葬品。然后呢，这些人呢，其实呢就是等于说是作为死者来世的仆人工作的那些人。所以这些人他每个人手里会拿的东西不太一样，就代表他们的职业身份也不一样。陪葬给这个死者，然后呢来世会成为这个死者的仆人，帮助他生活和工作。2层则按主题展出，包括图坦卡蒙展厅和木乃伊展厅。最著名的当属作为墓葬品的图坦卡蒙黄金面具和黄金宝座，极尽奢华，令人震撼。出来之后到中午的时间，这边人就少很多了，所以大家来的话可以不用太早，我觉得中午下午的话应该稍微的人少一些。然后这边的话应该就是他们开罗最有名的解放广场了，有名的酒店都在这个尼罗河边上，这边是丽兹卡尔顿，然后那边是洲际，然后红色的那个博物馆后面是希尔顿。解放广场的中心位置应该就在这边，一个大圆盘的地方，然后这个区域就有很多人了。有些人也会在意当地设施差、基建落后，但其实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现状。埃及$10可以坐1小时的马车，在日本浅草坐人力车30分钟需要500人民币。埃及打车50公里只花了30人民币，日本起步几分钟路程基本上就要50-60了。而且话说回来，其实如果愿意多花点钱，开罗也是完全可以好好享受的。尼罗河边全是高级酒店，景色非常好，也没有吵闹的鸣笛声，报个当地的小团，一切都安排好了。或者请一个地陪，也不用劳心劳神的去砍价，光享受美丽的景色就行了。另外，离市中心的解放广场不远，尼罗河上有一片小岛，叫做 Zamalek。岛上属于使馆区，车可以自由上下岛。这里有一些手工艺品的买手店、家居用品店、埃及有名的巧克力店、护肤品店等，也有很多不错的咖啡店和餐厅。而且整体比较安静、整洁，车辆较少，很适合悠闲地走走逛逛。这里也有不少酒店，如果担心市区的吵杂，又想住在离市区景点更近的地方，这里非常推荐。好像是黎巴嫩餐厅吧，点了沙拉，然后呢，这是鸡肉蘑菇的饭、薯条和烤肉。一般中东的烤肉就会比较多一些。这边有开罗的地铁，里面的设施倒是挺简单的。
如果还要满足购物，想要享受优雅、干净、凉爽的室内空间，那就可以去靠近新开罗地区的 City Star 购物广场。这里较为靠近机场，从市区打车过去约需半个小时，号称非洲第1大的商场，设施非常豪华，品牌齐全，一站式娱乐购物非常方便。对于埃及旅行，老宋的建议还是很值得来看一看的。这里有众多见证历史的古迹，丰富别样的世界风情。不要被铺天盖地的避雷和吐槽吓到，记住老宋以下几个非常实用的建议，完全可以享受很棒的埃及之旅。第一，如果在景区主动给你服务的，也不能说是骗子吧，基本都是想要赚个小费而已。如果不喜欢，直接拒绝就行。第二，结束服务的时候，如果觉得满意，稍微20磅到50磅给点小费；如果不满意，完全可以不给。对方主动要，也可以说明自己不满意，严厉拒绝就行。一般的餐厅不需要给小费，尽量不要提前给钱，结束服务再给。第三，平时多准备零钱，避免找零的纠纷，偶尔10-20磅也就别太动气了。第四，在街上跟人聊天，带你去购物店买特产的，一律拒绝就行。到了店里不想买，也直接拒绝就行，不用脸皮薄。这种不止在埃及，很多国家我都遇到过。第四，虚报价格，这一点我觉得现在信息社会这么发达，完全可以避免的。对于主要物价和服务的价格，稍微提前了解一下，基本不太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看到有朋友说自己买瓶水，一会儿5磅，一会儿10磅，一会儿20磅，一会儿25磅，感觉亏大了，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其实大可不必，你在国内也不可能全部买到一样价格的水，可以就接受，觉得不合理拒绝就行。一句话，在埃及旅行要准备，要判断，要放松，更要享受。感谢大家观看，下一期跟老宋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约旦。多了一个当地的观众，然后呢，他们期待我把这个影片放上去。拜拜，salam，拜拜。